大家好吗？感谢大家继续订阅和收看大龙的厨房，我是大龙。我还记得第一次去吃牛肉清汤面的时候，我的对面坐下来两位漂亮的小姐姐，她们先是看了我一眼，然后其中一个用地道的山东话对另一个说：“亲爱的，你是要空呢还是喜欢崩沙呢？”当时就把大龙吓得筷子一抖，心里一惊，差一点把面汤洒在自己身上。吃面就吃面，怎么还给我相面呢？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人家两个美女是在选不同部位的牛腩。伴随着自己饮食经验的积累，我才渐渐地了解到，原来一块牛腩可以细分出这么多不同的部位、不同的叫法和名称。那么今天大龙就用2块不同部位的牛腩，一块崩沙腩，一块坑腩，来制作一个牛腩清汤底。虽然我们是做清汤，但是我还是要用到传说中的大地鱼和牛腿骨来增加这个汤底的香味儿。被抛开的牛腿骨的骨髓，我们没有必要用到它，因为它几乎就是一块脂肪。不过呢，大家不要浪费它，我们可以把它冰冻起来。以后大家如果有机会去煎牛排的话，可以用它来替代橄榄油，那样牛排会更香更好吃。我们把去掉骨髓的牛腿骨清洗干净，清洗掉血水，擦干净，然后把它放到小烤箱里面去，先用最高火烤10分钟备用。接下来我们就把泡过1个小时的水并且清洗干净的坑腩和崩沙腩，用牙签把它们的筋膜和肉穿起来。做这一步的目的是为了让坑腩和崩沙腩在翻滚的热水里面更好的定型，不容易散掉。传说中的大地鱼被我取了一半，切成小片，放到烤箱里面去，只烤3分钟到5分钟就可以了。我们只需要它的表面出一点点油。我的这个牛腩清汤底的料头只是用到了葱和姜，因为我做的是牛腩清汤底。那么我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首先得到一锅没有其他蔬菜和香料味道的牛腩清汤就可以了。这样汤和牛腩煮好了以后，就没有其他的味道是清香的。所以在这个前提和基础上，等到牛腩煮好了以后，虽然汤里没了牛腩，但是我们锅里还有牛骨头，那么我们大家再去做萝卜炖牛腩的汤底，或者是越南火车头的汤底，就变得非常的简单了，只是更换一下蔬菜、调料和配料就可以了。关于白萝卜炖牛腩的配料和调料的视频剪辑，我放在了这个视频的末尾，大家到时候可以参考一下。大家现在看到这个香料包里的香料，按道理来说的确应该去干炒一下，不过大龙太懒，没有去炒它。但是如果做其他汤底时用到洋葱或者是葱头的话，我建议大家用火把它先烤一下，这样香气才会更加的浓郁。因为现在我使用的这个香料包的香料没有去炒它，所以现在我用热水把它先浸泡一下。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先来焯水。焯水的时候我使用的是葱白，因为生葱白和牛肉、羊肉这些味道比较大的肉在一起的话，不适合久炖，会让炖出的汤多少有一点腥味儿。焯水的时候，同时也要记得多加一些料酒进去，在牛腩焯水时渗出的血水和脂肪的味道溶解到水里之前，料酒可以很好的压制它。这也就是为什么等一下尽管我们要去清洗牛腩，但是现在还要坚持把浮沫撇掉的原因。因为血沫和脂肪终究还是会溶解到水里面去，使我们本来想要得到的清汤变成了一锅油水混合物的白汤或者是红汤。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火锅店或者是饭店，他们的猪骨汤那么浓那么白，因为他们在煮的时候加了猪油进去。就像刚才说的，焯过水的牛腩我们一定要完全的冲洗干净。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炖牛腩。我找到了家里最贵重的一个砂锅，真的是又贵又重。我先把烤过的并且再次清洗干净的牛骨放在锅的最底下，然后把调料包连同水一起倒进去。接着我们就把拆掉牙签并且清洗干净的2块牛腩一起放进去。最后我们把锅里加满提前准备好的冷开水，大家不要去用自来水，因为自来水里多少会有氯气，并且这锅汤的用水量非常大，同时我们又是加盖焖煮，所以氯气不太容易挥发掉，所以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炖好的这锅汤的味道和口感。当然家里有矿的小伙伴可以直接选择更高档的矿泉水，那会更好。这锅汤在水开了以后，我转到中火，从下午的4点一直到晚上的6点，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水蒸气的消耗。
并且中途我从来没有打开过，也没有翻动过，因为我们有牛骨垫底，牛腩不会和锅底粘在一起。尽管牛腩两边的筋膜收缩得很厉害，因为我们在焯水之前用牙签把牛腩固定的原因，所以牛腩在锅里待了这么久，并没有散掉。那么现在时间到了，就让我们把牛腩捞出来，我们来看一看，检验一下这种煮法的成果是怎样的。首先汤我是尝过了，因为我们使用的香料并不是很多，没有超过量，刚刚好，所以这个汤没有其他的杂味，非常的清甜鲜香。然后我们再来看切开的牛腩，大龙这一次是记得磨刀了，而且把刀磨得非常的锋利，所以大家看到的并不是刀不快，而是刚煮出来的牛腩真的很烫，而且很软。这也就是为什么牛腩汤粉店刚出过的牛腩，大师傅们都是拿刀剁的，而不是像我这样切的。刚才我们切开坑腩看了，非常的鲜嫩，非常的多汁。我们再把这个崩沙腩切开来看一看，反正刚才那个坑腩还有现在这个崩沙腩都要挨一刀切开来看一看，到底里面是不是小鲜肉。连午饭都没吃的我，现在真的忍不住，先让我夹一块牛腩，蘸一点我自制的辣椒酱来尝一尝。放到嘴巴里面的感觉，嚼一下就像是女儿国的西凉女王见到了唐三藏一样。这小鲜肉老娘真的等不及了，来让我咬一口，来再咬一口。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准备的白萝卜牛腩汤的底料，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添加和删减这个配料。刚才吃了一块牛腩，喝了一口汤以后，我的肚子饿得更厉害了。现在干脆烫一个桂林米粉，直接做一个牛腩清汤粉，自己吃就好了。因为炖好了这个牛腩汤，除了鲜甜，没有任何的味道，所以我就在碗里加了一点盐，加了一点白胡椒粉、葱花、香菜末，还有放了几片蒜，然后把烫好的桂林米粉加到碗里面去。如果这个时候有河粉的话，会更好。接着再挑几片长得非常漂亮的坑腩和崩沙腩这几个小鲜肉，把它摆到我的碗里面去。刚好我的冰箱里面还剩了几个小胡萝卜头，还有几颗青菜，顺便再把唯一一个剩下的墨西哥辣椒把它切成片来调一下味道。最后切一点葱丝，掐一点香菜，把它放到米粉的上面，我们趁热把汤加满。对了，冰箱里还剩一个上次拍溏心蛋视频剩下的不合格产品，现在我把它切开来放到我的米粉里面去。最终再从砂锅里面捞出一块煮好的牛骨头，把它放到我的碗里面去，让它浪一浪。那么一碗自我感觉良好的牛腩清汤桂林粉就做好了。接下来因为刚才自己忙活的这一通，又感觉不饿了，我估计我自己是饿过劲儿了。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虽然今天的视频时间有些长，但是我想我应该和大家分享了许多做这个牛腩清汤底的经验，也再次感谢大家持续订阅和关注大龙的厨房，并且开启全部小铃铛。我也会尽快的制作和上传下一部视频。我的西凉女王们和小鲜肉们，我是大龙，咱们下次见，拜拜。